那若您今天想要查找的是期刊论文的文章，则不妨利用以下资料库。这些资料库皆为综合学科型，收录了各个学科领域的学术期刊资料，可以进行跨学科领域的资源检索。在中文方面，以国家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为最完整的国内期刊书目索引。如希望找到较多全文，则推荐使用华裔线上图书馆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新闻的方面 ，Web of Science 资料库可以查找 SCI、SSCI 与 AHCI 的文献与引文资料，而 EBSCOhost 的 ASC 资料库则是较为全面的综合学科型资料库，并且收录的全文多。这边要先跟各位介绍的是国家图书馆期刊文献资讯网。国图的这个期刊文献资讯网整合了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中华民国出版期刊指南系统、汉学中心典藏大陆期刊编目索引、中国文化研究论文目录等资料库，是目前最完整的台湾期刊所在资料库。进入期刊文献资讯网，它预先便会是在台湾期刊论文索引系统的查询页面。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选择检索栏位去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的页面中，左手边提供查询结果分析，可以进一步限缩检索结果。那因为这个资料库主要是中文期刊所在资料库，主要提供的是中文期刊论文的索引与摘要，故大部分是没有提供全文的。故若是有授权提供全文，则在后面的这个放大镜旁边可以看到有一个 PDF 的图示。点下这个就可以直接下载这篇文章的全文。那大部分是像这样子的书目资料。那若有想要取得全文的文章，您就可以透过这篇论文的基本资料，看这篇论文是收录在哪一个期刊的哪一个卷期，并再回到图书馆查看是否有收录。再来要介绍的是学生最常用的一个中文资料库——华裔线上图书馆。这个资料库主要收录各学门领域的学术期刊、学位论文、会议论文及电子书等，并且几乎都有提供全文。点进资料库，通过电子资源认证，来到资料库的首页，在首页的正上方有提供一般检索的搜寻框，可以直接输入关键字进行浏览。底下也有提供各文献类型的分类浏览。那我们先直接利用上面这个搜寻框，输入关键字进行搜寻。检索结果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帮您找出相关的期刊文章、会议论文、博硕士论文、电子书等。您可以根据想要查找的文献类型来做切换。而在左手边这边则提供限缩工具列，让您可以进一步依照不同的分类限缩您的查询结果，或者直接利用上方的检索结果，在查询框进一步输入搜寻条件来查找。而在检索结果的列表中，你也可以直接看到文章的基本资料。你也可以点进篇名进去，进一步看摘要与参考文献等。那如果需要下载全文的话，看到这个全文下载的按钮，点下去，输入验证码之后，就可以下载 PDF 全文咯。那如果你今天要找的是中国的期刊论文，则可以利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这个资料库。它收录了中国各个学科领域的期刊文献，并且多有全文。但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资料库的内容共分成10大专辑，我们目前只有订购其中的3个专辑，并非所有的内容都可以直接取得全文。而在进入资料库前，您可以先试你目前是否在校园 IP 范围内，选择连线的网址。若您今天是在校外使用，请点选这个标示有校外连线的连结，通过电子资源认证后，便可以来到中国知识资源总库 CNKI 这个平台的首页。在平台首页中，您可以看到包含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内，我们目前于此平台订购的4个资料库。目前预设勾选这4个资料库，表示您可以直接利用上面的这个搜寻框，输入关键字后，一次在这个4个资料库的范围内进行跨库检索。当然，若您仅希望查找期刊论文的资源，也可以直接点选资料库的名称进去单一资料库中进行检索。那假设我希望可以进行跨库检索，我就直接在这边输入关键字进行检索。
它就会帮我把相关的文章找出来。那在第二点内容检索条件这里，你可以再继续新增或者是调整检索的条件，并在检索结果中进一步搜寻或者是重新检索。而底下文献分组浏览这边，可以进一步依照来源数据库或者是学科类别等分类来筛选检视检索结果。那检索结果列表这边，先帮我注意到序号的这个地方，在勾选的方框旁边，您可以看到有个下载的图示。这个图示若显示为浅绿色，代表我们有购买到全文，可以取得全文。那若是显示深绿色，则表示我们目前没有取得全文的权限，就只能看到摘要的部分。那每一篇文章点进去篇名的连结进去，可以进一步看到文章的详细内容简介与相关的文章推荐。那若要下载全文，则在左上角这边，您可以选择 CAZ 下载或者是 PDF 下载。但若选择 CAZ 下载的话，则需要搭配安装专属的阅读器。再来介绍的是独秀中文学术搜寻平台。独秀与大陆地区多所大专院校图书馆合作，收集中文出版书目资料及数百万种图书原文，提供大陆地区近300万种中文图书、期刊、会议论文等资源的整合查询。可以看到各类型文献的摘要与预览，而针对图书资源也可以进行各章节的全文检索与文献试阅。尽管它不是全文型的资料库，但其中提供了免费的线上文献传递服务，可以免费取得相关的全文。故若有些在华译或者是 CNKI 没有找到全文的文献，不妨来这里找寻看看。那我们连线到资料库，通过电子资源认证后，我们来到独秀这一资料库的首页。它的界面很简洁，就像 Google 一样，只有一个搜寻框，您可以依要查找的资料类型来选择。而它预设的知识指的是系统除了会比对查找文献的基本资料外，还会在文献的全文里头进行搜寻，让您一次查找到所有相关的文献。那假设我今天想找与人工智慧相关的图书，我这边就可以先选图书之后再去搜寻。它就会帮我列出相关的图书，左手边这边是限缩功能列，右手边这边则提供了其他文献类型的资源。那图书的大部分都是提供试读，不过您可以先透过图书的目录页去预览是否有想要阅读的篇章后，透过它提供的图书馆文献传递服务，将你所需的页面范围与资料送出后，它就会将相关的内容 mail 到您的信箱之中。但它这里也有相关的规范，如一本书一次只能咨询的页数，然后是有效期限的，所以还是要请各位同学在使用相关的服务时，注意一下，请在智慧财产权的合理范围内使用哦。那我们回到搜寻的页面，假设我今天想要换找期刊论文，我这边切换到期刊进行搜寻，它一样会帮我找出相关的期刊论文。点进文章里头，可以先看一下它的基本介绍。若有想要取得这篇文章的全文的话，你一样可以透过右手边获取途径中图书馆文献传递这个服务取得这篇文章的全文。其他像学位论文、会议论文等资源也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取得全文，但并非所有文章都一定能透过这种服务取得全文，并且也要注意合理使用哦。而除了查找中文文献的资料库，以下介绍查找新闻文献的资料库。这里介绍 Academic Search Complete， 我们简称它为 ASC。 它是学术性跨学科全文资料库，涵盖多元化的学术研究领域，拥有超过8500种全文期刊，包括7300种同侪评鉴全文期刊。但在进入资料库之前，您可以看到电子资源连结这边提供了跨库检索平台与单库连结这两个选项。这是因为这个资料库是收录在 EBSCOhost 这个平台之中，而 EBSCOhost 这个平台还收录了其他非常多类型的资料库，故这个跨库检索平台可以一次让您检索这个平台里面我们所能使用的资料库。您可以看到每个资料库的名称前面都有一个小方框，当您勾选想要查找的资料库后，再按上头的继续，便可以进行跨库检索。那假如目前我只想使用 ASC 这个资料库，我就直接点资料库的名称进去，就可以看到它预设的检索页面。
画面很简单，基本就是搜寻框和选取检索的栏位。右上角这边，你可以自行将平台界面切换成所需的语言。而若您今天觉得在 ASC 这个资料库检索到的资料不够多，您也可以随时透过上面这个选择资料库，进一步加入其他想要一起查找的资料库来进行跨库检索。那要开始检索，就来到检索框这里，输入关键字，选择你要选取的检索栏位。比如说我今天想要在标题的栏位查找，我这边就选择标题，然后进行检索。在检索结果的左边这边提供缩小检索结果的线索工具列，您可以依照出版的日期或者是资源类型、主题等再进一步去做线索。右手边这边则是提供了相关的一些资源，那主要的内容还是看到中间它帮您查找出来的相关文献。若有 PDF 全文的话，它这边会直接帮您连接出来，您可以直接点进去浏览，或者是将 PDF 档下载下来。那若您今天没有可以直接看到 PDF 档可以下载的连结，也请您还不要放弃，您可以点选这个 Full Text Finder 的这个按钮，这个是 EBSCO 提供的智慧串联服务，里面可能会帮您导引到其他有提供全文的地方，如出版商或者是出版品的网页，又或者是导引到我们的馆藏查询系统，或者是西文的馆际合作服务 Rapid 等。那文章你也可以再点进去查看更多的基本资料，其中像是作者、资料来源、主题术语等，它有显示超连结的地方，你都可以再点进去做查询。而右手边这边还提供了一些储存、汇出、引用等的工具可以供使用。